姐夫靖远侯出殡那天，嫡姐在灵堂上撞棺自杀，被救下后，皇上称赞她忠贞，亲自下旨封她为节妇。后来靖安侯府二公子沈燕继承爵位，姐姐牵线让我嫁入侯府，说有我作伴，姐妹相伴才能缓解她的苦闷。沈燕待我很好，没多久我就怀孕了，她更是天天准备山珍海味，亲自喂我，说要好好调养，直到生产那天，我因为胎儿太大难产，而府里的人只听我痛苦哀嚎，竟没有一个人出去为我请医生。临死前，嫡姐抱着一个孩子进来，放在我枕边，妹妹，从今以后，这就是你的孩子了，你安心走吧，姐姐会帮你把他养大。沈燕抱着他们母子，冷冷地看着我，让你做了1年的侯夫人，也算对得起你了。我从始至终爱的人，只有朝云一个，若不是她怀孕了，我也不会娶你进门做这场戏。原来一切都是他们的圈套。我听着他们的笑声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满城素白。靖安侯棺椁回京那天，嫡姐朝云一身校服站在人群中，脸色苍白，只有红唇一点，格外惹人怜爱。她与靖安侯成亲第2天，丈夫就出征了。不到1年，靖安侯战死沙场的消息传回，竟尸骨无存，连抬回来的棺椁里都只剩下一套盔甲。皇上感念靖安侯英勇，亲自在城门迎接他的棺椁回京。一片素白的队伍迎面而来，随着哀乐响起，嫡姐缓缓朝着那副棺椁走去。上一世，她就是当着皇上和满朝官员的面撞棺自杀，得了一个贞洁烈妇的好名声。我当时太蠢，冲上去拦了她一下，无形中帮了她一把，她被救了下来，我的胸口还被撞得一片淤青。这一次，我倒要看看没有我，她怎么把这出戏演下去。我扶着嫡姐的手臂，一副姐妹情深的样子，默默流泪。她瞥了我一眼，眼睛一闪，突然哭出声来：“夫君，你为什么抛下我一个人走了？朝云这就来陪你。”边哭边用力地冲着棺木撞去。我假装擦泪，手一松，捂着脸哭道：“姐姐，你要节哀啊，别哭坏了身子。”嫡姐没想到我会突然松手，冲得又快又猛，砰一声撞在棺上，顿时头破血流，晕了过去。我尖叫一声扑了过去，看着嫡姐瘫软在地上，哭着扑到她身上：“姐姐，来人啊，快叫大夫！”皇帝身边的宫女们簇拥而来，将嫡姐抬到一边。靖安侯府的人无不感慨嫡姐的忠贞，夫君死了，她竟然要以身相殉。有贵夫人叹道：“好一个烈女子啊！”皇后在一旁有感而发：“靖安侯夫人的贞烈之举，可感天地。皇上，如此贞烈的女子，愿与夫君同死，理应封赏一个诰命，为天下女子的典范。”皇上点头感叹：“皇后说的对，来人，拟旨封靖安侯夫人为2品诰命，以示对她的褒奖。”靖安侯府众人皆欣喜不已，这可是靖安侯的荣耀，纷纷跪下接旨，谢皇上隆恩。在屋里，沈燕看着还晕在软榻上的嫡姐，担心地问我：“嫂嫂还好吗？”我看向皇后身边的嬷嬷：“嬷嬷，太医来了吗？快让太医给姐姐看看，她如今被皇上封了节妇，可不能有闪失啊。”如果我没记错，这时候的嫡姐已经有1个月的身孕，她后面设计让我嫁入侯府，就是为了方便偷龙转凤，好让我给他们的孩子打掩护。这一次，我偏要让她怀孕的是当众暴露，让她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我的话一出，沈燕立刻制止道：“怎好麻烦宫中太医，还是接回侯府，请大夫诊治吧。”她眼里满是心疼，却又怕太医诊脉暴露嫡姐怀孕的事。我急切说道：“二公子，姐姐替侯爷殉节，可感天地，难道还不配让太医诊治吗？她可是皇上亲封的节妇，若有个3长2短，你担得起责任吗？你对得起你兄长吗？”嬷嬷点头：“秦小姐说的对，快传太医来。”太医来得很快，沈燕来不及阻止。上一世秦朝云假意撞棺，人是清醒的，不需要太医诊脉，也没人知道她怀孕。如今她昏迷不醒，正是揭露她怀孕的好机会。沈燕还想制止，我上前一步挡住了她：“沈二公子，她是我姐姐，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她，姐妹情深的模样，谁见了不动容？”皇后一进门便看到这样的场景，不由问道：“这是怎么了？侯夫人还好吗？”太医马上说：“臣这就给靖安侯夫人诊脉。”匆匆赶来的侯夫人也静待一旁，看着一头是血的朝云，满脸心疼。她是真心还是假意，无从得知。得了一个诰命，装也要装出关心的样子。太医诊完，一脸惊讶。我大声道：“太医，是不是我姐姐出了什么事？”我泪如雨下，扑在姐姐身边，只喊着姐姐的名字。太医忙回道：“侯夫人身子没什么大碍，只是不知是不是臣诊错了。侯夫人竟是喜脉，已经有1个月了。”喜脉2字一出，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。我怔怔地道：“什么喜脉？侯爷离京已经1年，我姐姐怎么可能有喜脉？”沈燕有些慌乱起来，厉声说道：“胡说！嫂嫂怎么可能是喜脉？”我也一脸气愤：“太医，我嫡姐嫁进侯府虽然只有1年，可谁不夸她贤淑？如今侯爷战死，她悲愤之下甚至跟着殉情。如此忠贞的女子，你却污蔑她怀孕。”太医也怒了：“老夫在太医院当差40年，从未出过错。秦小姐，您若不信，自可再去请人来搭脉。”我看着沈燕慌乱不已的神情，再添了一把火，跪在了皇后面前：“娘娘，您可要为姐姐做主啊！
求您再叫几个太医来吧。侯爷刚死，就有人往我姐姐身上泼脏水啊！帐内的人吵吵嚷嚷，外面的人早听到了动静，皇上也来了，身后还跟着2名太医给靖安侯夫人诊脉。皇上一声令下，2位太医立刻领命上前。不过片刻，2人都跪了下来，禀皇上，靖安侯夫人确实是喜脉，已1月有余了。我惊呼一声，瞬间捂住了嘴，帐外的夫人们顿时炸开了锅。听说成亲没几天，靖安侯就去边关了，这长夜漫漫，靖安侯夫人不会是守不住寂寞，偷人了吧？天啊！刚封为杰妇，转头竟怀孕了，真是闻所未闻啊！依我看，这靖安侯府里面也未必干净。小叔子到了年纪还不成婚，谁知道呢？帝后的脸色越来越沉，老夫人也正要发作。秦朝云，的一声醒了过来，他睁开眼，看着满屋子的人，一脸凄然，挣扎着要起来。你们为什么要救我？就让我随夫君而去吧。他死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靖安侯老夫人上前啐了他一口。呸！你还好意思提我？还不快说出奸夫是谁？老夫人的话像石头一样砸在姐姐的头上，她一头雾水，喃喃地说：母亲，你在说什么？我气急败坏冲上前，姐姐，你糊涂啊！你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？姐姐脸色煞白，什么孩子？我指着她的肚子，太医已诊出你有1个月的身孕了。姐姐你糊涂啊！侯爷可是大英雄，你怎么能因为独守空房就红杏出墙，做出这样的事呢？你让爹娘的脸往哪里放？你让靖安侯老夫人怎么想？姐姐，你就跟我说吧，这孩子究竟是谁的？是不是有人逼你？听了消息，匆匆赶来的父亲母亲正听到我说的话，险些当场晕倒。母亲抓着他的胳膊质问：你自幼读书10里，断然不会做出这样的事。说是不是有人逼你？姐姐喃喃不敢说话。靖安侯老夫人却不乐意了：国公夫人什么意思？我们侯府治家甚严，能进内院的只有骨肉至亲，哪里来的歹徒逼他？朝云，你说这孩子究竟是谁的？沈燕在一旁冷汗直冒，对姐姐哀求的眼神视而不见，这是想让她一个人担下来的意思了。呵，他们不是爱得死去活来吗？甚至为了在一起不惜骗婚，活活逼死了我。这一世我倒是要看看他们会不会狗咬狗。我上前抓住嫡姐的手，姐姐，你有什么冤屈可要说出来啊？当着陛下和娘娘的面，你怕什么？天子恩德四海，刚刚封了你诰命，你可是御封的杰妇，若真偷人，那可是欺君之罪啊！嫡姐瑟瑟发抖，老夫人气恼地指着她，说不出来就拉出去进猪笼。我们沈家可丢不起这个人。沈家一同跟来的族人也怒极，家门不幸啊！靖安侯府看着皇帝的脸色，先把这顶大锅甩了出去。我含着泪看向嫡姐，姐姐，你可是我们秦家的嫡长女，父亲和母亲对你期许很多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有辱家门之事？父亲沉着脸，若有人逼你，我们自会替你讨公道。若再不说，秦家只当没你这个女儿。靖安侯老夫人一声厉喝，不说就拖下去，杖责50，进猪笼。嫡姐扑通一声跪下，母亲，媳妇腹中的孩子是沈燕的。他的话一出，沈燕直接跪倒在地，汗如雨下。我胸中吊着的那口气终于放下。这一世，他们的奸情被当众戳破，我倒要看看沈燕要怎么收这个场。沈燕一脸灰败，咣咣地磕着头，请皇上恕罪。靖安侯老夫人连退几步，你说什么？说罢，狠狠一个耳光打在了沈燕脸上。混账，你竟敢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事，你怎么对得起你大哥？沈燕伏跪在地，母亲，儿子知错了。可当时大哥成亲，还未洞房就上了战场，他与昭云算不得真夫妻，孩儿从小就喜欢昭云，求母亲成全我们吧。更何况他腹中已有了我的骨肉，那也是靖安侯府的长孙啊。嫡姐也哭求道：我不是故意的，侯爷临上战场前对我说过，若他不幸，我一定要好好活下去，不必为他守节，允我改嫁。夫君为国身死，难道他的遗愿你们也不能成全吗？我简直要气笑了，他的脸可真大啊！我上前一步，姐姐，侯爷是心疼你，不忍你年少守寡，可1个月前他身死的消息还没传回来呢，你怎么能背叛他？你让我们秦家怎么做人啊？父亲一甩袖子，跪了下来，对着皇上边哭边说道：陛下，老臣愧对您啊，竟教出了这种女儿，实在是有辱家门。皇上失望地看着他们。秦朝云，看在靖安侯的面上，朕饶你一命。当年是朕为靖远侯府和宁国公府赐的婚，如今便也由朕做主，替靖安侯休弃你，褫夺诰命。从今往后，你不再是沈爱卿的夫人了。只可惜靖安侯年纪轻轻，为国捐躯，连个为他扶丧斩衰3年的人都没有。皇上哀叹一声，我低头沉思，当年皇上赐婚2家，并未指明宁国公府嫁哪个女儿，只是按照长幼顺序嫁了嫡姐。如今当寡妇的机会就在眼前，不如由我请旨嫁给靖安侯，反正他也死了，我不想嫁人，父亲肯定不会留我在家的。若有我出面，保住了全族的名声，还怕他们不感谢我？靖安侯是什么人？我顶着他魏王人的头衔，往后谁还敢欺负我？我扑通一声跪了下来。皇上，靖安侯乃国之忠烈，
长姐做出这种有辱她名声的事，臣女愿意替秦家赎罪，以魏王人的身份为侯爷扶丧斩衰。什么？皇上和皇后失声惊呼：靖安侯已死，你仍愿意嫁给他？我叩首，臣女愿意。靖安侯为国捐躯，忠勇无双，臣女愿为他守节一生，绝不辱他半分名声。若靖安侯府同意，臣女也可以过继宗子，悉心教养，继承靖安侯的香火。皇后红了眼睛，看向父亲母亲，宁国公，看来秦氏一族还是有忠贞女子的。皇上点头，好，来人，拟旨册封宁国公次女秦慕云为和真县主，赐婚靖安侯，赏黄金千两，良田100亩。圣旨当场宣读，所有人都震惊地看向了我。秦朝云身上的校服被扒下，被仆妇们带了下去，送回侯府祠堂关押。我换上了妻子扶丧的服饰，站在迎棺椁的最前面，手持牌位，迎靖安侯的棺椁进城。全城百姓都默默站在两侧，泪洒当场。我站在队伍前，红着眼睛，用手帕擦着眼泪，迎夫君回府。正在这时，有快马从远处飞驰而来，马上的人大声呼喊着：靖安侯回来了！靖安侯回来了！报信的骑兵滚下马来，扑通一声跪在皇上跟前，禀皇上，侯爷中了毒箭，摔下悬崖，被一农家所救，他没死，已经在回京的路上了。皇上大喜，沈清没死，好，快备马，让太医去接他，快去！一下子，靖安侯死而复生的消息传来，所有人都笑了起来。没死，这可太好了！靖安侯没事，靖安侯没事了。皇上最看重靖安侯了，这次回来估计又要加官进爵了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靖安侯老夫人一把牵住我的手，好孩子，你是个有福气的。从此你就是我们侯府的长媳，母亲只认你这个儿媳妇。现在旭儿还活着，等她回来，母亲亲自替你们操办婚礼，绝不亏待你。她闭口不提红杏出墙的秦朝云，眼里全是我这个危难之时挺身而出替侯府解围的儿媳。沈旭回到了靖安侯府，只是因为中毒还昏迷着。太医说余毒未清，等毒彻底清完便可苏醒。因老夫人的吩咐，靖安侯府上下对我尊敬有加，都称我为侯夫人，对我言听计从。而秦朝云和沈燕在祠堂里跪了3天3夜，终于被拎了出来。老夫人看着他们，脸上都是厌弃之色。你们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事，把沈家的脸都丢尽了。秦朝云，如今你已由皇上做主，不再是靖安侯夫人了，你想去哪里便自去吧。秦朝云哭求道，求母亲做主啊，我已怀了沈燕的骨肉，还能去哪里？沈燕也苦苦求情，母亲，朝云肚子里的也是秦家的子孙啊。当初我与朝云本就有情，是皇上赐婚将我们分开，大哥成亲不久便丢下他一人。朝云凄苦，我们只是情不自禁。我忍不住嘲讽道：二公子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们若有情，当初赐婚时为什么不禀明？秦家这一辈的适婚之女足有5人，难不成是父亲逼着姐姐嫁的吗？姐姐做出这样的事，将我们秦家的脸丢在地上踩，难道是我们的过错吗？二公子，你若爱慕姐姐，为什么不敢争取？唯唯诺诺，如何能称作大丈夫？都时过境迁了，又在兄长出征之时勾引自己的长嫂，实在令人不齿。秦朝云尖叫起来，说得好听，若换成你，嫁了人第2天就独守空房，我不信你会甘心。我不屑道，我就算死了夫君，也不会如你一般，你一个偷自己小叔子的人，凭什么与我相提并论？老夫人长叹一口气，你们2人在侯府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事，还闹得满城风雨，我是管不了了，随你们去吧。说完他便走了。当晚，秦家便传来消息，父亲找来族长开了祠堂，将嫡姐的名字从族谱划去。嫡姐哭得死去活来，当场就要上吊。沈燕无法，只能又求到老夫人面前，娘，求您了。朝云无处可去，只能嫁给我了啊！老夫人一杵拐杖，罢了，看在她怀着孩子的份上，便给她一个名分。正妻是做不了，便跟着你吧，也不必出去丢人现眼。你自己收拾东西，搬到后头的偏院去。从此你们兄弟分家。沈燕跪行到老夫人跟前，娘，我可是你的亲儿子，难道大哥是你的儿子我就不是了吗？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求您了，若我不娶朝云，他要怎么活下去？就这么无声无息地跟了我，以后岂不是被人笑话？我打断他，小叔说错了，若是明媒正娶，大摆宴席，靖安侯府才是整个京城的笑话。你不要脸，靖安侯府还要呢！秦朝云哭哭啼啼地冲了进来，对着我骂道：秦慕云，你别得意得太早，沈旭如今昏迷不醒，醒不醒得来还另说，说不定你也要做寡妇。啪！我一个耳光打在了他脸上，你敢咒我夫君？忽然一道清朗的声音从门外传来，秦朝云，我没死，是不是很让你失望？我一回头愣住了，是靖安侯沈旭，他像是刚醒的样子，身上还包扎着伤口，被下人扶着走进来。沈燕和秦朝云看到沈旭进来，都羞愧地低下头。老夫人激动地站起来，拉着沈旭的手，我弟儿，你醒了，你怎么起来了？沈旭坐在主位，看着跪在地上的2人，轻声道：秦大小姐，当初陛下赐婚，因为突发战事，第2天我便要上战场，所以并未与你圆房。
怕的便是耽误你终身。你不愿守节，大可禀明母亲，归家改嫁。我连和离书都写好了，就放在祠堂里。我叮嘱过母亲，若你有心上人，自可离去。走之前，我一五一十都与你交代清楚了。你为什么要顶着靖安侯夫人的名声，做出这种有辱门楣的事？”秦朝云和沈燕说不出话来。沈旭接着说道：“想必是早就与二弟私相授受，觉得出去了再也回不来吧。”他转头看着沈燕：“而你，我的好弟弟，父亲早逝，母亲独称侯府，从小我便与你最亲，没想到你却与自己的长嫂通奸，简直是让我失望透顶。”我抿嘴而笑，没想到靖安侯的嘴还是挺厉害的。当天夜里，秦朝云便和沈燕一起搬去了偏院，从侯夫人沦为无名无分的妾室，下人们更是看人下菜碟，对秦朝云这种不守妇道的女人，自然各种看不起。加上老夫人说了，两兄弟分家，如今沈燕算二房了，已经算不得侯府的主人。靖安侯活着回来，主心骨也回来了，侯府历时上下一心，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喜事。虽然我和沈旭的婚事已经在陛下面前过了明路，但老夫人坚持说，等沈旭养好了身子，再重新办一场婚礼。我住在主院的侧厢房，方便照顾沈旭。他看着我，脸上带着一抹慎重。听说你愿以未亡人的身份为我扶丧，抱着灵位与我成亲，如今圣旨已下，二小姐，无论你是为了顾全秦家的名声也好，还是别的什么也罢，本侯念你的情，日后靖安侯府便由你做主。至于沈燕，你不必理会。听说国公府已将秦朝云逐出了族谱，以后你也不必敬她为姐姐。若有人欺负你，只管打回去，出了事，自然由我为你撑腰。我长舒了一口气，看来这个沈旭还是个讲理的人。只是我有些不解，上辈子可没有靖安侯死而复活的事，难道他也是重生回来的？莫名其妙多出一个夫君，与我之前的计划背道而驰，但骑虎难下，我也只能认了。好在这一次，我终于摆脱了那些噩梦。即使靖安侯活了过来，但只要我与他相敬如宾，乖乖待在后院，不碍他的事，待他有了心上人，我再把位置让出来，想必他也不会为难我。到时一纸休书，我便是下堂妇，嫁不出去，正好过自己的小日子，岂不美哉？沈燕在朝中有一份可有可无的闲职。当初靖安侯的死讯传回京，皇上为了安抚侯府，准备将爵位给沈燕继承。朝中有人提前知晓了消息，自然是对沈燕各种奉承，以攀交情。如今靖安侯活着回来了，沈燕继承爵位再无希望，那些人自然不会再理会他。更何况他与嫂嫂珠胎暗结的事，早就闹得人尽皆知。他就是去衙门办差，都得被人指指点点，抬不起头来。回到府里，分了二房，下人对他也诸多看轻。老夫人为了惩罚他，并未分给他多少家产，他也没钱搬出侯府。他一回院子，便看到秦朝云一副骄纵的模样。他因为害喜，吐得吃不下东西，只红着眼睛抱怨道：“你好歹也是府里的二公子，那些下人们怎么敢这么对你？连我要些酸梅都要使银钱，他们到底还不把我们当成主子？从前我可是当家的侯夫人，那些下人上赶着来讨好我，如今嫁给你，却落得这样的下场。我肚子里可还怀着你们靖安侯府的长孙呢。”沈燕砸了茶杯：“你当初与我在一起时，难道不知我是侯府的二公子吗？我们在一起，难道不是你自己自愿的吗？我为了你失了母亲的心，还让兄长咽气，你还要我怎样？早知如此，不如我休了你，待过些日子，求得母亲原谅，说不定她还会再替我聘一个名门贵女进门，到时你便知道我已经对你够好了。”两人吵得不可开交，消息很快传到了正院。沈旭冷笑一声：“我那二弟从小便文不成武不就，如今没有侯府这棵大树倚靠，他也该懂事了。靖安侯受了重伤回京，皇上特许了他半年的假养伤，3个月后他的伤好的差不多了，老夫人便开始操办我们的婚事。靖安侯如今炙手可热，乃是皇上面前的大红人。皇上听说他要再办婚礼，特意赐下了许多东西，算作给我添妆。成亲前我回到宁国公府待嫁，母亲冷着一张脸，父亲却高兴得很，迎了上来。暮云，靖安侯平安归来，我们两府婚事依旧，亏得你当日的贞烈之举，不然我们秦家怎么跟皇上交代啊？如今他正式迎娶你，国公府也不能矮人一头。你放心，你的嫁妆爹已经给你备好了，保准让你十里红妆，风风光光的去做这个侯夫人。成亲前夕，秦家的姐妹们都来给我添妆，正说的热闹，下人来报：“二小姐、大小姐回来了，老爷说不让她进府，如今她正在外面闹着呢。已经嫁人的大堂姐，呸的一声，险些害了我们秦家所有女眷，她还好意思回来？”我站起来，我去看看。正走到院中，秦朝云已经冲了进来，看着我，一脸可怜：“妹妹，姐姐只是来给你添妆，日后咱们也是妯娌，妹妹又何必如此？难道妹妹做了靖安侯夫人，便瞧不上姐姐了吗？我以前做侯夫人时，也从未看轻你啊。”大堂姐在一旁嘲讽道：“哟，你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事，怎么还好意思出来见人？”秦朝云涨红着脸看向我：“你何必叫人来为难我？
我做了不要脸的事，难道你就清清白白吗？你与靖安侯没有正式成亲，却一直住在一个院子里3个月，我就不信你们孤男寡女什么都没发生，又何必笑话我？我上前一步，一个巴掌打在他脸上。秦朝云，当初在城门口，皇上下旨替我和靖安侯赐婚，一切礼仪从简，他活着回来，我便是堂堂正正的靖安侯夫人。今日婚礼，是侯爷看中我，是老夫人礼重我，与你何干？姐姐说我与侯爷不清不楚，难道你的意思是皇上的旨意算不得数？秦朝云捂着脸尖叫道：你敢打我？我可是你的长姐！他嚷完要扑过来，却被侍卫一把薅住。今日我倒要看看，谁敢对我夫人不敬！是沈旭穿着新郎的喜袍，带着迎亲的人走了进来。他沉着脸看向后面的沈燕，你若是管教不好自己的妾室，我便亲手管教，到时候我可不管她是不是女人，也不管她有没有身孕，她敢对侯夫人不敬，若再让我看到一次，你们便一起滚出府去！沈燕忙上前，一把将秦朝云扯了下去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，你都敢闹事？我告诉你，你若再闹，我便休了你！秦朝云又撕又打。沈燕，人家都知道帮自己的夫人，你呢？你从来都没有为我说过话，现在是我被你大哥羞辱，你却连屁都不敢放一个，你到底是不是男人？他们吵闹的声音越来越远，直至再也听不见。喜娘早将我又扶回了秀阁，沈旭重新带着人迎亲，在门口做阙善诗，热闹得不得了。没想到他一个武将居然出口成章，倒是让我有几分惊讶。好不容易开了门，喜娘大声叫道：新娘子出门上花轿喽！沈旭紧紧牵着我的手，将我送上了花轿。这场婚事连皇上都派了进士来观礼，出门时宁国公府抬出来的10里红妆更是让满城的百姓啧舌。秦家好大的手笔啊！那当然，嫁的可是皇上亲封的县主，还有各种赏赐呢。听说靖安侯非常看重这门婚事，特意请旨办的婚礼，侯爷自然看重二小姐，人家当初可是一心替她守节的，哪像从前那个夫人。我和靖安侯在满堂宾客见证下拜了天地，成了夫妻。第二天起来，沈旭带着我一起去给婆婆敬茶，茶正端上来，秦朝云红着眼睛披头散发冲了进来。母亲要为我做主啊！我怀着沈燕的骨肉，她却背着我在外面养了外室。众人大惊，坐在堂上的族人都惊呆了。秦朝云哭着说：夫君昨天一夜未归，我担心便带人去找，有小厮说看见他去了槐花巷，我跟着过去寻，没想到他却在那养了一个外室，那外室都有了3个月身孕了。母亲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那个狐妹子竟敢勾引夫君！沈燕冲了进来，母亲休听她胡说，什么狐妹子？她是正经人家的小姐，是江南柳家的庶女，虽是庶出，却也是知书达理的好女子。秦朝云跳起来，放屁！知书达理会与别人的夫君私下授受，珠胎暗结，这种不要脸的女人就该进猪笼！沈燕跳了起来，你敢？你怎么有脸说茵茵？你难道又是什么好人？你比她更不要脸！你在京城闹的笑话还不够吗？若是要把她进猪笼，那最该先进猪笼的也是你。茵茵为了我已经离开了柳家，我已做了决定，我要娶茵茵为妻。婆婆捂着胸口，一口气差点没喘上来。沈燕，你竟做出这种事！你若一意孤行，便搬出侯府，从此离了侯府，你就是娶几个女人，我都不管你。沈燕站了起来，好，我与茵茵是真心相爱的，我今日便搬出去。说完，他便转身走了。秦朝云在后面又哭又叫，他连头都没回，一打听才知道，原来沈燕从前在江南时便与大理寺丞柳大人的庶女一见钟情，这次柳大人上京赴任，那柳小姐自然也跟着上京。柳茵茵图她样貌好，又出身侯府，不介意她的丑闻，而沈燕则想借着岳父大人的事东山再起，结果2个一拍即合，滚到了一起。沈燕以为柳茵茵和家里吵翻，便将生米煮成熟饭，柳大人肯定只能低头认了。谁知柳夫人却是母老虎，对庶女向来严苛，直接将她轰了出去。等沈燕成亲，将柳茵茵娶做正妻，3日回门时才发现柳家是真的不认柳茵茵这个女儿。沈燕天都塌了，娶的2个妻室都是被娘家逐出门的，毫无助力，全是拖累。而2个女人也不是省油的灯，在院子里日日吵闹，吵得她下了职也不想回家，又迷上了一个青楼歌妓，分得的家产让她挥霍得干干净净，而家中的一妻一妾也只能用自己的私产贴补家用，苦不堪言。到了秦朝云生产那日，她找丫鬟去叫大夫和稳婆，才发现自己的嫁妆早被沈燕偷空了，库房里什么也没有，只剩几10个空箱子，东西早卖了一干二净。那边的下人跑来侯府求救，婆婆还是派了稳婆过去，没想到秦朝云孕中多思，又受了刺激。平日里因为沈燕对她毫不关心，她胡吃海喝泄愤，导致胎儿过大，痛了1天1夜，孩子还没生下来。秦朝云叫人去找沈燕，沈燕却只说哪个女人不生孩子，偏你这般娇气。最后她竟活活痛死在了产床上。而沈燕听到她惨死的消息，居然不为所动，只在青楼里喝酒，不肯回家。柳茵茵看着突然寒了心，她带着生下的女儿回了娘家认错。等沈燕酒醒后回府，柳茵茵带着下人走了，整个院子空无一人，一片萧瑟。柳大人见女儿认错，也心软了，上朝堂参了她一把。
只把事情说成是他蓄意诱拐，他女儿才做下错事。沈燕被衙门抓了起来，关在牢里，每日只期盼能见柳茵茵一面，早日放她出去。消息传来时，我突然想到了上一世，沈燕和秦朝云为了偷龙转凤，冷眼看我活活难产而死时的模样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抚上肚子。沈旭关心地看向我，怎么了？太医刚诊出你有身孕，可不许多思。二房就算闹翻了天，那也是他们自己的事，与你无关。是的，前几日我身子不适，居然在屋里晕了过去。沈旭急匆匆从宫里请来太医，发现竟已有了2个月身孕。至于什么时候圆的房，那只能怪我贪杯，喝酒误了事。我紧紧握着沈旭的手，侯爷，无论发生何事，你都会护住我和孩子吧？沈旭勾起唇角，那是自然，你们是我的妻儿，我定会护你们周全。怎么不信我？8个月后，我一朝生产，他不顾众人的劝阻，亲自守在床边，郑重地对我说：暮云，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。我痛得无心关心他的秘密，将他推了出去。第2天清晨，随着曙光升起，我们的长子诞生了。新生命的到来冲破了一切前世的阴霾，从此全都是好日子。